在问什么啊？这个能播吗？我们要一起说吗？我们要一起说吗 ？Hello， 大家好。Hello， 我是华华。你好，我是他姐姐。哦，我已经把我的第一个问题说了。对，我是他姐姐。哦，你要问我问题吗？对，我们。你要问我你是我的谁？你没事吧？我靠，你刚刚在这里吃螺蛳粉，你很影响我耶。然后这是我 B 站的第一条视频。我是他的姐姐。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啊？直接开始吗？对啊，直接开始啊！大家不就对这个感兴趣吗？快点，跟新来的朋友们介绍一下。那肯定是男生呀。对，我在磕对骨啊。我是个腐女，就是腐女腐。哦，她是我亲姐姐。对我们的关系，应当我们的关系。她是我亲姐姐。我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所以我就达成了所有的腐女的终极梦想啊 ！CP 磕到自己的亲弟弟上。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男生的？啊，但是好熟悉啊，刚才每天在问。新的好吗？你一定要跟大家说。初高中吧。我觉得你这样不转变的那段时间。对，然后你们肯定也感兴趣，我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是这个啥的，对吧？喜欢男孩子的。我就是他初中的时候发现他喜欢男生的，因为我们俩年龄差距蛮大的，然后就炸了我弟弟，然后就炸出来了。好，跟家里。那好在我也直接跟你承认了，我也没有管我讲。对呀，有跟家里人坦白吗？除了我以外。不是你帮我坦白的吗？对，我帮他出的柜，所以有姐姐多好，对吧？好，就大家肯定感兴趣的下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出柜的，怎么让家里。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你不是那是不是你在做这个工作吗？男生那很好听，你说了好多遍了，我已经说的我自己都没记起来了。反正大概就是，他发现了之后，他帮我姐夫也发现了，他玩我电脑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来说，就是我怎么在小时候，他初中的时候就发现他喜欢男生了呢？就是最开始他在小学的时候，他还喜欢女孩子，喜欢我们那个邻家小妹妹。不是邻家啦，同一个班的啊，同一个班的哈。然后还带到家里来玩过，真的很漂亮。一个小女孩。然后当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有一次是那个时候，他初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QQ 吗？就是 QQ， 当时90后非常的喜欢在那个玩 QQ 空间，然后作为姐姐，我就会去关心他的那个 QQ 空间。然后男孩子小时候会打闹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就很敏锐的发现了，因为有腐女雷达，然后就很敏锐的发现了那个 QQ 空间里面有几张相片，就是他跟某一个小男孩打闹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我觉得那个。不是直男之间打闹的那种感觉和那个眼神。我初中我都没发过 QQ 空间吧？你有，我就是从那个地方发现的，而且还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家里有好几个腐女，我们家有腐女，然后我们都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谁啊？你表姐。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觉得，应该有点那个倾向。然后因为我跟他年龄差距比较大，然后我就有一次去他的学校给他开家长会，开完家长会以后，我就直接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喜欢男生？然后他也很那个直球，就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确认了。但当时他才初中，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没有定性，所以呢就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我就只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我当时应该要关心一下你啊，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大压力啊？是不是很难受啊？或者是说需不需要姐姐帮助你什么的？我都没有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习，我说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学习。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这么鼓励他，你要好好学习哈？是因为当时我真的年龄跟他差得很大，然后我就会想，我说。虽然我能接受哈，但是毕竟这是少数群体，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能接受。如果你长大以后，你要能够做自我，你是需要能够自立的。
然后对于你当他那个，时说那句话应该没有想那么多，应该单纯想让我好好学习吧。没有，我就是这么想的。这种，因为我经常看那些小说，我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所以才要鼓励他好好学习，我希望他以后能够自立，能够真实的做自己嘛，主要是这样子的。好，这是第一次，这是我先发现的。后来确认这个事情是姐夫确认的。玩游戏的时候就会用他的台式机来玩游戏，对，然后电脑里面就有一些东西是男孩子会看的东西，然后姐夫就看见了，然后姐夫就很淡定的、故作镇静的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你弟的电脑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东西，哈。”然后我也很淡定的问他，我说：“难道直男不会看吗？”我说：“有可能，万一直男有感兴趣呢？直男不会看一看吗？”姐夫是个纯直男，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他说：“直男不会看的，兴趣都不会感。”然后当时我就知道了，OK， 我就确认了这一个他是玩的这个事情。然后确认完了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让妈妈去接受这个事情，怎么让妈妈接受哈，这个是一个马上我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从他高中开始，我就开始不停的给我妈就是打预防针，然后就给他各种暗示，就是让他慢慢的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事情。然后过了很多年，然后终于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就是非常坦诚的给妈妈说了。最后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没有，每次都在听，最近每天都在听这个。那现在下个问题，那姐姐是不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人？诚恳一点。是妈妈。那我也无话可说。那我是不是第二个？其实我对一个腐女有很多话题很感兴趣。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问过你，但是你要认真想想再回答我。你要认真想想再回答我。就是为什么？真的，就弹幕里面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弯了以后很难直回去？为什么？就是。你就好比你问姐夫他为什么不可能喜欢男的一样，他怎么回答吗？我觉得他不喜欢男生是因为他可能没有遇到那个人。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会觉得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能够打动你的那个人，而不是说性别问题。但是一旦弯了，就是如果你一旦遇到那个人，这个对于男生哈，我觉得女生的 P 可能都还无所谓，男生的 P 男生的 E 可能还会直回去，但是为什么男生弯了以后就很难直回去呢？那我这样换个话题来问你吧，就是说，假设哈，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男人了，已经没有了，你没得选了，什么样的女生可能会吸引你？不，你这个话题我就会想到更深层的东西了就已经没有男人了，那就只有我和所有女生那这样我就必须得繁衍后代啊。那不然人类就灭亡了呀！就你愿意跟哪种女性繁衍后代？你在问什么啊？这个能播吗？不要，我这个笑得太夸张。这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你愿意跟，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愿意跟怎样的女性有更深入的接触？什么叫怎么样的女性？就是说你要这么多女生供你选了嘛？你觉得哪一种可能？好，我就把自己带入到真实的那种场景就真的只有我一个男生一群女生的话，我要繁衍后代。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任务是要找一个基因比较好的女生，就头脑好吧，就是漂亮聪明，懂了吗？漂亮聪明不是，就是你要繁衍后代，就是你要重新开始缔造人类文明了呀。他们需要重新发展呀，他们又要就是。好，我知道你已经直不回去了。你已经直不回去了。好了，我问你们男生会用，不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会用到那些什么小蓝的软件？会啊，但我不用。为什么？因为你太帅了，很吸引人。不是，我用它干嘛？那个小蓝就是用来 YP 的呀。对，对，大家一定要洁身自好，这很重要。
那你平时的朋友圈来自于哪里啊？没有朋友圈。主要是他们都不信我们的朋友圈。不信，太宅了。他们都不信我。我在网上，我在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平时没有什么朋友，他们都不信，他们都觉得我。他是个宅男。真的，你们不要看我们俩长成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宅男宅女，宅在家里。长成哪样？对，我们都很宅，特别的宅。对，我们长成哪样？我们也长成哪样？他们都觉得我在抖音上有一点点粉丝，他们觉得不应该啊，你应该认识很多人啊，你一定会怎么样啊？没有，我们是宅家，我们是基本上宅在家里不出门，然后看自己的东西，玩游戏、看小说、看东西。我就这2个月出门比较多，都是来找他。好，我觉得你这个话题第2趴，我就要展示一下特长，比如说你有什么特长？你去弹个琴吗？我们聊的。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弹琴。不要了吧？钢琴没什么爱好了。我喜欢就是极限运动。极限运动，比如上次我们不是学潜水嘛，然后去学那个滑伞。哇，我还想去学跳伞。对，大家一定要活得积极，要多运动。这些东西都是有风险的。是的，运动能够带给人非常好的精神上的体验，真的，你的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一样。那对，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这个群体的男生会看耽美作品吗？肯定会有人看，但我不太要看。我看漫画。看漫画？我看过。有那种有名有姓比较出名的吗？不是说一来就。你应该没听过，但是应该会有其他人听过。比如说。那个漫画的作家叫做明太子一时。我跟你说，你的电脑里面其中有一个 part 就是这个漫画。这我很喜欢。就是我们怎么发现他弯的？他的电脑里面有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 part 就是当时我还在。你记得吗？我当时就是因为都记得吗？就是因为哥哥他发现了你的电脑里面有那个东西，然后我也去打开看，我也好奇嘛，我也很好奇想看一看，然后我就看到你的那个电脑界面也是那个封面也是他，对吧？好像是。好，然后呢？还蛮阳光的呀，那个作品看起来。对。它是有剧情的，是有内容的，它是有个故事的故事线。我知道，我就是问你有没有看过有剧情的。